2026上半年营收直接冲上459.57亿，第一季毛利率更是一口气跳升到18.7%。说真的，这绝对不是普通的营收成长而已，这是半导体建厂资本支出结构的全面质变。我们现在眼前的是一场规模前所未见的盛宴。不过，漂亮财务数字背后的代价是极限的工程调度，要在海外把这些先进制程的厂房盖起来，面对的可是跨国5000人调度极限良率，还有非常严苛的防爆气压考验。如果没有地端无尘施工规的硬实力，这些财务数字说穿了全都是空谈。但这个数字实在是太惊人了。截至2026年6月，亚翔尚未施工的合约余额，也就是所谓的 backlog， 竟然高达4473亿台币。如果你对比2022年，这等于是成长了将近5倍。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未来几年的营收池已经被彻底填满了。可是4400亿代表的绝对不只是报表上的订单，那是无数吨的钢筋管线和日夜赶工的排程。要消耗这4400亿，你以为光靠台湾的工程师就够了吗？这真正考验的是现场管线 hook up 的精准度，以及在东协那种极端气候下，厂务系统到底能不能一次到位的真本事。我们如果从宏观趋势来看 ，SEMI 预估全球建厂支出的年复合成长率达到8% 到11%，而 Gartner 更明确指出，2026年的资本支出会大幅成长18.4%。AI 和 CoWoS 先进封装的爆发，直接拉高了单一厂房的平均建制单价。你可以看到，亚翔这48年来布建的4大事业体，母公司专注高科技无尘室，荣工负责土建，苏州亚翔主攻中国与东协 EPC 统包，成都强生做城镇开发。这个阵型刚好完美接住了这波地缘政治下的重复建制狂潮。其实这4大版图的分工，完全是为了解决大型 Mega Fab 的痛点而生的。晶圆厂可不是盖一般的商办大楼，微振动控制如果没做好，几十亿的机台进去就是直接报废。荣工的重型土建底子，配上亚翔母公司的机电与无尘室精密控制，这才是实战中能够真正赢下巨型标案的组合拳。所以亚翔真正的护城河，其实就是 CSA 土建加上 MEP 机电的横向整合。一般工程界的常态是土建做完再交接给机电，但中间的厂商交接，也就是 vendor handoff， 不仅会浪费大量时间，还非常容易产生防微正极限的界面漏洞。亚翔机电搭配荣工土建，提供真正的 EPC 一站式服务，这在要求极度严苛的半导体产务中，绝对是压倒性的优势。没错。从财务角度来检视，这种 EPC 一条龙的统包能力，让他们具备了非常强大的选案权。他们现在根本不需要再去接那些低毛利的刺激标案，而是直接锁定高毛利的 Mega Fab 巨型专案。这也是为什么今年第一季毛利能够瞬间爆发的最核心原因。业界标准要盖一座12寸晶圆厂，从破土到机台班机，通常起码要1.5到2年。但是亚翔在新加坡的整厂晶圆厂统包工程，竟然创下从开工到设备机台进赏，仅只花费14个月的极速纪录。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搞定 CoWoS 先进封装所需的恒温恒湿环境，还有管线 hook up 的压降控管，这在工规极限上简直就是个奇迹。而这个14个月的记录转换成资本市场的语言，就叫做极致的资金周转率。对半导体大厂来说，早几个月量产，那就是几百亿营收的巨大差距。亚翔能做到这点，自然就顺理成章成为了晶圆代工厂和记忆体巨头的首选。除此之外，现在想要拿全球前5大半导体巨头的单，光有速度已经不够了，你还得过绿色认证这一关。亚翔胜利取得了 AFNOR 温室气体盘查认证，以及美商邓百氏的 DUNS ESG Register 标章，这些在国际投标的评分表上，可是直接牵动100亿订单去留的关键加分项哦。在施工现场，绿色工程代表的是更为复杂的冰水主机系统与废气回收设计，能够把 ESG 扎扎实实落实到地端厂务系统的管线校距里，这又再一次拉高了其他竞争同业想要跨入 Mega Fab 统包的技术壁垒。来看看这个爆发式跳升的财务轨迹。2022年营收是357亿，2025年来到774亿。但最震撼的是，2026年上半年，光是半年的累计合并营收就达到了459.57亿元，年增率高达惊人的69.9%。光是5月单月就直接冲上85.88亿。要支撑这种接近70%的年增率，现场机电材料的吞吐量绝对是天文数字。这代表跨国供应链的调度、仓储物流，甚至是外劳签证的申请速度，都必须完美配合。任何一个环节只要卡住，这459亿就会变成满账的违约罚款。
但他们不仅没有违约，利润还变得更好了。2026年第一季毛利率飙升到 18.7%， 这在工程业界是非常罕见的数字。更可怕的是，规模经济发威，费用率被硬生生压缩到只剩下 1.5%， 单季 EPS 直接冲上 9.45 元，而且这还伴随着114年度配发23元现金股利，高达 75% 的配发率。这就是拒绝低毛利专案、掌握选案权所带来的根本质变。高毛利代表着业主愿意为了高良率的产物系统买单，工程端不需要再去偷工减料或压榨基层，而是把资源狠狠砸在更精密的微污染防护和自动化监控上，这完全是一个正向循环。不过，机会与风险永远是并存的。2026上半年新签约金额达到了 3037.37 亿元，这其中出现了非常极端的分母效应，半导体产业占了新单的 95%， 而东协区域主要就是新加坡占了 91%。亚翔在新加坡成立了亚翔工程新加坡与林迈智新加坡，可以说是重兵集结。从技术端来看，这代表全公司的顶尖大脑，所有搞得懂先进制程气体管线与高压电配盘的工程师，现在全部都重压在新加坡，资源高度集中，确实能在当地形成眼压级的执行力。听完前面亚翔从4大事业体布局到新加坡爆发出来的4400亿惊人订单与营收数字，真的让人对台湾工程业的国际竞争力刮目相看。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横向对比其他的产物大厂，像是汉唐、阳基工程，他们各自有什么竞争优劣？亚翔在首订单飙新高，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景气风控考验？所以不管您对这波扩厂狂潮的看法如何，如果这个专题解说对您有帮助，请先帮我们订阅按赞哦，这样才不会错过未来每一次搞懂产业核心的深度解析。进入下半场，我们把视野拉宽，除了亚翔之外，无尘室三雄的汉唐与阳基工程表现也极为亮眼，但他们的结构大不相同。亚翔在手订单4400亿称霸，汉唐在手1939亿，深度绑定台积电，但美国厂的成本拖累了部分毛利。阳基工程在手517亿，优势是客户极度多元，毛利控管非常好。技术上来说，汉唐在台积电先进制程的无尘室标准绝对是业界天花板，这是极高的技术壁垒，但汉唐缺乏土木统包能力。阳基工程则是非常灵活，连 data center 都能做，可是标案体量的天花板受限，比较少直接吃下 Mega Fab 超大型晶圆厂的整场全包案，这就是最核心的差异点。汉唐跟亚翔的业务重叠度高达 95%， 汉唐是先进制程王者，跟着护国神山走，而亚翔则是东协与新加坡霸主。亚翔能赢是因为他们在海外能提供从打地基开始的土木加机电一条龙服务，在人生地不熟的东南亚，业主当然更倾向把责任全部交给单一的 EPC 总包，而不是自己还得去发包土建痕迹点，这在财务上完全反映了出来。亚翔避开了美国高昂的工会与建厂成本陷阱，在新加坡享有极高利润的转化率，这就是区域战略选择所带来的巨大财务鸿沟。至于广义的产物竞争者，像是中鼎9933，虽然是传统大型统包巨头，资信实力超强，但半导体纯度太低，毛利通常只有4到6%，无法跟无尘室三雄相提并论。而日盛生2547，其实主业是地产，只是间接切入再生水资源，根本不在同一个直接竞争的量级。现在我们必须用非常冷峻的眼光来看待这个牙山效应，也就是 Cliff Effect 的风险。当下营收有 64% 集中在东协， 82% 集中在半导体。我们必须问，2027年之后，当新加坡这一波建厂高峰结束，这4400亿的营收高墙会不会瞬间崩塌？庞大的外币专案难道没有汇损风险吗？这绝对也是现场管理层最焦虑的问题。工程不能只看今天，几千名工人进驻新加坡，如果后续没有案子顺利衔接，这些闲置人力的成本会瞬间吃掉所有的利润。但我们深入解读财报后，发现亚翔早就布建了3层风控屏障。第一，4400亿的 backlog 足以提供3到4年的认列缓冲。第二，最关键的汇率风险，他们采用自然避险。新加坡专案的美金与新币资产负债高度对冲，材料采购直接用当地币别支付，从源头就锁住利润。第三，别忘了融工，长周期的公共建设，像是桃机3航站、能源工程，将会在半导体景气循环下行时发挥削峰填谷的稳定作用。从实务面来看，高达 256.02 亿的合约负债，也就是业主先给的预付款，是真正的防御装甲。这笔无息资金让公司账上现金高达 420.8 亿，完全不需要担心现金流断裂。
加上集团现在5143人的庞大舰队，这种财务与资源的底气，让他们敢于直接对低毛利专案说不。财务极度健全，这也化解了区域高度集中的部分风险，因为他们有足够的资本，可以随时以新加坡为跳板，向东协多国，像是马来西亚、越南去扩张。其实回顾一下2025年底，管理层还很保守的对外表示人力瓶颈不敢接大单，但到了2026上半年却狂接了3037亿。这中间的突破口就在于跨国人力调度极限的解锁。亚翔成功透过台湾与苏州派人支援新加坡的灵活模式，并结合东南亚专班，把新加坡当地员工数快速拉升到196人以上，硬生生的把看似不可能消化的案量给吞了下来。这绝对是一场教科书等级的工程后勤胜利。最后，我们回到估值与安全边际。以2026第一季单季 EPS 9.45元来年化估算，目前的本益比大约落在23到25倍左右。市场显然已经不再把亚翔厂当作传统营造厂来看待了，而是将其 PE 重新估值为 AI 半导体成长股。考量到2026上半年新签的3037亿大单，认列高峰将会落在2026下半年到2027年，这意味着获利的高峰根本还没结束。如同管理层给出的强烈指引，未来3年2026到2028年营运表现每年都会比上一年好，凭借着 CSA 加上 MEP 的统包护城河，稳坐东协产务三雄之首。这家拥有48年历史的工程巨霸正在迎来最丰收的黄金收割期。那么面对4400亿的在手订单高墙与25倍的本益比，您认为亚翔的股价是已经充分反映了，还是这场 AI 建厂狂潮其实才刚刚开始呢？非常值得我们持续深思。